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还有玩家没有拿到 MSG 大事件吧？没关系，只要你看了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保证你100%拿到 MSG 大事件。如果是你还拿不到的话，那就你来找小阿刁，阿刁给你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关于在新版本里拿 MSG 大事件的方法，我已经发了好几个了。今天呢，再发一个面向小白玩家和新手玩家的方法。这个方法不会用到米涅鲁纠缠，所以呢，即使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玩家，也能跟着做到。本视频的方法十分稳定，只要跟着流程做，即使是过马路的老奶奶也能100%成功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。俗话说，装备好效率翻倍。开始前向大家推荐一款卡 bug 必备的好东西，也就是莱士达的 P50S 红手柄。这个呢是熊猫白的配色，非常的漂亮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星带粉、极光粉等热门配色。P50S 手柄满血版，它配备了霍尔摇杆、HD 线性马达，并且芯片也做了升级，使得编程功能更加的稳定。这个手柄的红编程功能对于我们卡 bug 的人来说真的是必备。手柄背面有 M1 和 M2 两个按键，支持在官方 APP 里对这两个按键进行编程，例如先按什么键，再按什么键，中间间隔多少毫秒等等。小马平时也会把自己编写好的一些红上传到他们的应用里边，大家遇到一些复杂的操作呢，可以在 APP 里面直接一键导入操作。当然，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大 UP 发布的红，这里呢我就不再演示了。如果你是小白玩家，强烈建议入手一台，并且它价格也十分优惠，性价比也非常高。详情呢，请大家参考主页橱窗或者是视频下方的链接以及简介区的说明。OK， 我们回归正题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。一，我们需要提前标注一下坐标。我们来到地图的00000085这个位置，我们先简单标注一下。地理的这个同个坐标呢，我们也要标注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来这里放置一个传送标记器。然后我们放置一个传送标记器。2，我们来到阿卡莱城堡遗迹。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们先手动保存一个存档。那如果是你遇到下雨天呢，也可以坐会休息一下，以改变一下天气。这里呢是一个剔除区，咱们今天的流程呢需要用到这里的剔除区。3，简单学习一下余料储存。有红手柄的玩家呢可以不用学。余料储存这个 bug 虽然很常用，但是考虑到该视频是面向新玩家、小白玩家的，所以这里呢我会从零开始教大家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余料储存的物品拿过来，可以是装备，也可以是物品。我们把它放进剔除区，也就是靠墙的位置。我们直接切换技能到余料引线。接下来有2个方法来触发余料储存。第一个方法，查看回忆法，我们需要查看跳过一个回忆。然后我们左手疯狂按 ZL， 右手按减号退出，这是为了在退出界面的第一瞬间用盾来余料。成功之后，界面的余料键光标会闪一下，那如此就是成功的。当然，这里你可以用武器来进行余料储存。武器的话就是右手疯狂按 Y， 左手按减退出，成功之后余料键依然会闪一下。当然这里你也可能失败，那失败的话只需要我们靠近剔除区，然后重新摆放位置，重新操作就行了。成功之后呢，也就是这个余料键闪了一下之后呢，如果我们靠近剔除区的话，这个余料会被同步过来。当然我们用不到这个操作，那这个只有靠近剔除区才会余料成功的 bug 就叫做余料储存。今天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依赖这个 bug 进行的。接下来我们说第2个方法，也就是 BL 法。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可以少看一个回忆，也就是在余料引擎的状态下，我们同时按 BL， 然后立即按 ZL。BL 键和 ZL 键的时间间隔为120毫秒左右。成功之后呢，它一样会闪一下。BL、ZL 的方法呢，需要考验操作，所以呢，新手玩家可以借助红手柄，当然你也可以练习一下。我们直接打开莱士达的应用。我们找到塞尔达小马，王磊 FS 余料储存。此时 M1 编写好的是用武器来余料， M2 编写好的是用盾来余料。我们直接应用一下。
此时，如果是你想要用武器来预兆，那就是按 M1；如果是你想要用盾来预兆，那就是按 M2。那么以上就是预兆储存的2个方法。本视频为了优化流程呢，采用的是第2个方法，也就是可以借助红手柄的这个方法。当然，如果是你按不出来，也没有红手柄，那依然可以使用第1个方法，也就是多查看1个回忆的方法来操作。那么最终目的呢，就是要这个预兆键，也就是 ZL 键或者这个 Y 键啊，闪一下，完成预兆储存的操作。OK， 那确定以上内容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那为了从0开始呢，我们可以直接读取一下一开始的手动存档。第1部分，继承武器盾和长杆盾。1，我们先用盾预料纠缠一个武器。我们先拿出一个武器，放进剔除区。切换到预料引线状态。在这个状态下呢，红手柄的玩家直接按 M2 即可。如果是你没有红手柄呢，可以通过看回忆的方式来操作。成功之后呢 ，ZL 会闪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推动摇杆向前，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。进入地图之后呢，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。然后我们切换进入背包，我们切换一下装备。成功之后呢，武器会被拉过来。此时地上的武器为子武器，林克背上的盾为母盾，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备用。2，我们再用盾牌预料纠缠一个盾牌。此时地上的盾为子盾，林克背上的盾为母盾，我们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边备用。3，我们再用盾牌预料纠缠一个盾牌。此时地上的盾一样是子盾，林克背上的盾一样是母盾，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备用。4，制作长杆武器。这里我们需要冷预料一个操纵杆，也就是我们放一个操纵杆在剔除区。然后呢，调出预料引线。这里 ZL 闪了一下之后呢，我们推动摇杆向前，并把技能调到地图上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进入背包，丢弃当前盾，然后装备另外一个盾，然后再取消装备。成功之后呢，操纵杆会被拉过来，我们捡取地上的盾，然后呢，我们操纵操纵杆，然后呢，我们切换盾牌，并立即按 B 防止遁地。成功之后呢，林克的技能会被锁定，我们可以在旁边放置一个任意的操纵杆操纵一下，以解锁一下技能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使用任意一个武器把它给预料上。那么此时该武器就是长杆武器了。那么接下来，请大家不要切换或者取消装备该长杆武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5，制作备用长杆。我们再冷预料一个操纵杆。这里成功之后呢，我们先捡取一下地上的盾牌，然后呢，我们先不要盾穿它。6，运送装备找莱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把地上的3组备用装备以及一个操纵杆运送到莱克面前。这里推荐地图的这个位置。我们先标注一下。运送的方法大家可以各自发挥。如果是你想用我这个同款的运输机呢，可以参考我以前发过的这个视频。由于装备比较重，我这里会用火箭助推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慢慢的往这边飞吧。
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们下来这里，这里有猴子，我们可以先打掉一下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运输机捞上来。捞上来之后呢，我们把操纵杆还有备用装备拆下来。然后组合到一起，我们进去洞里。这里呢有一个希诺克斯，我们把它打掉啊。那这里的怪物都很简单，大家呢也不用担心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前进。OK， 找到莱克了，我们到达目的地。7、制作备用长杆，我们把操纵杆拆下来。然后呢，操纵杆，然后我们切断按 B， 防止遁地。此时林克的技能会被锁定，如此呢，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备用长杆。那我们现在旁边呢放一个操纵杆，操纵一下，以解锁一下技能。8 Zago 3个母盾。我们把剩下的3组装备里的子装备，也就是3个没有带鱼料的装备呢，放在一起，然后拿给莱克吃掉。确保3个子装备被莱克吃掉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盾牌，然后捡取地上的任意一个母盾，此时呢它会自动装备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Zago 盖母盾了。我们把技能调到地图上，松手后快速按十字左键丢弃母盾，然后再快速按十字左键切换另一个盾，再松手后我们快速按十字右键丢弃长杆武器，然后再快速按十字右键切换另外一个武器，再松手自动进入地图。刚刚呢是连续操作，如果是你不小心失误了也不要紧。我们只需要取消装备所有的武器和盾，然后呢再捡取地上的长杆武器或者是母盾，使它们自动装备上，然后重试即可。进入地图之后呢，我们切换背包，然后呢丢弃该盾牌，退出。如此我们就完成了第一块母盾的 Zago。然后我们进行第二块母盾的 Zago， 我们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，然后捡取地上的长杆武器，还有第二块母盾。与上一步一样，我们进行 Zago 操作。成功，然后我们再进行第3块母盾的 Zago， 我们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，然后捡取地上的长杆武器和第3块母盾，然后与上一步一样，我们进行 Zago 操作。成功，如此呢，我们就完成了3块母盾的 Zago 操作。9，打掉莱克，拿回子装备。我们直接把莱克打死，然后获得3件子装备。10，获得缠杆盾。我们先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，然后我们捡取任意一个莱克掉在地上的子盾，此时呢它会自动装备上。我们用该子盾与鱼料旁边的之前放在这里的备用缠杆。
OK， 如此我们就获得了缠杆盾。我们在这边点一个火堆休息一下啊。OK， 获得一个自动存档。我们把这个缠杆盾和另外2件子装备，也就是莱克掉下的武器和盾粘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我们倒转锁定一下缠杆盾，这里注意是倒转锁定缠杆盾，然后读取刚刚这里触发的自动存档。OK， 3件装备都被成功的继承过来了，那说明一切顺利。11，继承武器盾到弟弟。我们先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，然后捡取继承过来的武器和盾，此时他们会自动装备上。这边的缠杆盾呢，我们暂时不用管它，我们直接传送到余料建造神庙。进来神庙。此时你会看到一个自动存档，然后呢，我们进了大门，我们把身上的武器和盾取下来，然后粘在一起，把它们拿到这个位置。高度呢，也请大家和我保持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倒转锁定一下武器，并读取刚刚本神庙的自动存档。我们再进来，OK， 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啊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再倒转锁定一下盾牌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读取神庙的自动存档。OK， 成功确定武器和盾牌全部都被倒转锁定之后呢，我们直接返回标题页，从头开始。这里呢，请大家走快一点啊，以避免自动存档被覆盖。打完蝙蝠之后呢，你会获得一个自动存档。我们继续往前，拐弯。此时你应该可以看到楼道里边继承过来的武器和盾。我们这里呢，先不要捡取它们。如果是你没有看到继承过来的武器和盾，那说明余料建造神庙你放的高度或者是位置不正确。我们只需要读取刚刚余料建造神庙的自动存档，然后重新调整它们的位置和高度，并逐个倒转锁定即可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读取蝙蝠后的自动存档过来查看即可。这里呢，请大家千万不要捡取地上的武器和盾啊，一定不要捡取地上的武器和盾。我们最后再来操作捡取。12，继承缠杆盾到魔王坐标，确保武器和盾是继承过来的没有问题之后呢，我们直接读取莱克洞里的那个自动存档。然后呢，我们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的武器和盾。然后呢，我们捡取缠杆盾，此时它会自动装备上。我们直接传送到倒转乾坤神庙。大概是第1个台阶的位置啊，我们把这个缠杆盾丢在地上，然后呢举高高。高度请大家和我差不多啊，一定要保持差不多，你不要太高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倒转锁定一下，并读取本神庙的自动存档。
OK， 继承成功，那说明一切顺利。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，Zago 盾牌，我们直接读取一开始在阿卡莱的手动存档。我们先冷余料一个操纵杆。我们操纵杆，切盾按 B 防止遁地。那如此呢，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缠杆。此时林克的技能是被锁定的，我们直接在旁边任意操纵一个操纵杆，以解锁一下技能。然后我们任选一个武器，把缠杆余料到武器上。那如此呢，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缠杆武器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米涅鲁一个盾，我们拿出一个装备中的盾，调出余料引线。我们先后按 Y 和10左键，时间间隔为 0.1 秒。这个地方如果是你不会操作，你依然可以依靠红手柄来操作，直接在应用里边导入我提前编写好的红即可。我们先后按 Y 和10左成功之后呢，盾会变成一个小绿点，松手之后盾会被拉过来掉在地上。我们捡取地上的盾，如此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盾牌的 Zago 了。我们把技能调到地图上，松手后丢盾并切盾。然后再松手丢弃长杆武器，再切换武器，再松手后进入地图，然后丢弃盾牌。OK， 此时我们还需要任意走动、任意操作，让米涅鲁重新隐藏显示一下。此时你可以看到林克的背上会显示出盾牌的模组，然后我们再给米涅鲁的背上任意余料一个物品。我们读取本地的手动存档。OK， Zago 成功，可以看到林克的背上被粘了一个盾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装备好一个盾牌，我们需要再冷余料一个操纵杆。Zero 闪了一下之后，我们推动摇杆向前，然后把技能调到地图上。我们查看跳过一个回忆，然后取消装备中的盾牌，退出操纵杆会被拉过来。我们把该操纵杆放在一边，倒转锁定一下，然后读取手动存档。可以看到继承成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部分，准备存档。1，我们在阿卡莱伊这里做火休息一下，获得一个自动存档。那获得自动存档之后呢，我们先稍等30秒钟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传送到倒转乾坤神庙。我们进来神庙，如此我们就获得了倒转乾坤神庙自动存档。这个存档是等一下我们用来接收 MSG 大事件的存档，它十分重要。3，我们直接读取前面在地里打完蝙蝠的自动存档。如果是你的这个存档已经被覆盖了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直接返回标题页重新开始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捡取继承过来的武器和盾牌。然后我们手动保存一下。那么接下来进入第4部分，找魔王。我们读取前面在阿卡莱的自动存档。可以看到操纵杆还在这里，那说明一切顺利啊。那么我们继续，我们使用武器余料纠缠一个操纵杆。注意看，这里是使用武器来余料纠缠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切换装备一下武器，退出，
此时操纵杆会被拉过来。可以看到此时的操纵杆掉到地底去了哈，这里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再来一遍。我们放置一个浮游石垫脚。然后呢，我们重新操作一遍。OK， 操纵杆被拉过来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顿穿一下这个操纵杆，我们按十字右键丢弃当前武器，然后立即按 A 操纵，此时林克会成功遁地。遁地之后呢，我们先不用任何操作啊。当林克穿过山体之后，我们直接拉弓消耗精力，然后呢，我们让他在水里边溺毙掉。成功之后呢，林克会复活在地面上。这里如果是你失败了，只需要读档重做第4部分即可。上来之后呢，我们捡取操纵杆武器。接下来请不要切换或者取消装备该武器了。由于此时林克的技能是被锁定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旁边操纵任意的操纵杆解锁一下技能。3，我们把该操纵杆用火箭顶到剔除区。4，运送操纵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需要把上一步继承过的操纵杆带去我们一开始标注的位置了。那么我们出发吧。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们来到坐标00000100的位置。5，然后呢，我们按十字右键丢弃长杆武器。此时呢，林克会隐藏，我们直接传送到地底的传送标记器。然后呢，我们静静的等待坐标降落到-133到-135的位置。OK， 此时坐标已经降到-134了，我们直接读取地底的手动存档。OK， 可以看到此时我们已经成功的来到了魔王身边。第5部分继承 MSG 大事件，我们丢弃身上的盾牌，然后捡起来，并且呢切换一下盾牌，解除林克的锁定状态。此时我们的林克就可以自由活动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取消装备林克身上盾牌，并捡取继承过来的缠杆盾。那么此时缠杆盾会自动装备上。我们面向魔王选择投掷大事件，这里注意不是真的要投掷，我们只需要按住 R 键保持投掷动作即可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按加进入背包，我们选择丢弃 MSG 并装备另外一把武器。然后呢，我们丢弃缠杆盾并装备另外一把盾。
这里很重要，我们快速按加，此时如果是屏幕上没有显示出大事件的残影，那就是成功的。那如果是显示出残影了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只需要取消装备武器和盾，然后捡取地上的 MSG 和长杆盾，重新操作即可。我们确保界面上没有 MSG 大事件的残影之后呢，我们丢弃当前装备中的武器，然后呢读取倒转乾坤神庙的自动存档 ，OK， 继承成功。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虽然看起来繁琐，但是呢一点都不难，因为流程少的我已经发过了，但是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，他们可能更难。那流程多的呢，反倒是更适合新手玩家。那如果是你通过这个方法拿到 MSG 大事件，那别忘了留言分享。以后如果是有更简单的方法，我会持续分享，欢迎持续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感谢大家观看。